包括美国在内，5国从2个方向瞄准中国，中方呢罕见点名批评拜登，再不直接就晚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。日本方面传出了消息，日美韩3个国家呢，在日本海域举行了宙斯盾舰的弹道导弹的联合对应训练。而据悉，自去年10月份以来，这已经是日美韩3国举行的第9次同类训练。日美韩举行联合训练的同一天，相关的报道表示呢，澳大利亚也正在与菲律宾举行会谈，准备未来在南海进行联合巡逻。考虑到在这之前一天呢，美国防长奥斯汀与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加尔维斯通话，讨论了南海地区的事态发展，所以也不难看出，澳菲计划在南海联合巡逻是冲着中国来的。而澳大利亚本来就是美国的跟班，自然呢是屁颠屁颠的跟在美国的身后。菲律宾的是美国想要打造的下一个乌克兰，所以如今频繁的互动估计也是想让菲律宾甘愿充当反华炮灰。当然，传言近日呢，奥斯汀还放出了狠话。表示如果他国在南海对付菲律宾船只，那美国将会启动美菲共同防御协议。所以美国向来是不干赔本的买卖，此番力挺呢，显然是在进一步的拉拢菲律宾。当然话说回来如果澳菲的联合巡逻是冲着中国来，那日美韩在日本海域进行的联合训练，很大可能也是瞄准中国。即便在俄乌局势持续升级，战争不断扩大的背景下，美国也没有放松对中国的针对和打压。那么怂恿菲律宾反华之际，又怎么可能不抓紧机会，企图对中国形成新的威慑呢？线下包括美国在内5个国家从2个方向瞄准中国，不管是不是外界所说所猜测的那样，准备打群架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火药味是十足的。对此，中国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？外交部记者会上，发言人汪文斌罕见地点名拜登，对其进行了批评。之所以是罕见，并非指的是第一次对美方领导人进行批评，而是在拜登政府上台后，中方外交部发言人很少甚至都没有在公开场合点名批评过拜登。而这一次，中方发言人直接点名拜登，声称呢，拜登总统曾多次信誓旦旦地公开表示，不寻求新冷战，也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。我们希望他作为大国的领导人，不要表面说一套，实际做的又是另外一套。而对于布林肯，发言人呢也直接点名，称其一系列的表态都是颠倒黑白，口出狂言。显然，包括气球事件在内，中方也再没有办法忍受布林肯的炒作抹黑，而布林肯口中所谓的中国正考虑对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，也似乎成了最后一根稻草，让中方没办法继续容忍美国。而美国2届政府已经超越零和博弈，且现在事实呢也证明，拜登政府已经是疯狂到哪怕牺牲自己也要压制中国的地步。因此，在分析看来，中方发言人的点名批评是对的。仅从此次以美国为首的5个国家分2批次展开的军事行动以来呢，中方再不点名就晚了。而现在或许还能够用点名批评来阻止美国下一步的危险行动，可一旦南海、日本海2个中国周边海域真的起火，那个时候就不只是点名批评能灭火的了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